豆豆，睡了吗？伯南，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把眼睛闭上。干嘛要闭眼睛啊？听话，把眼睛闭上。闭上就闭上。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可以了吗？什么时候能睁开啊？睁开吧。萤火虫！沈伯南，你真的去抓萤火虫了？喜欢吗？好美啊！哇，好多虫子呀！我打点药。我先回去了，晚安。哦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少奶奶，刚才外面有那个呜的声音，我怀疑可能是狼。你带我一起睡觉，我就睡这儿了。你说的什么呀？你回去。我害怕，我害怕。我就睡这儿了。子明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在客栈见面的吗？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？是不是我在你心里真的一点分量都没有呢？子明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？拜托你赶紧回来，好不好？糖葫芦，又酸又甜的糖葫芦，糖葫芦嘞，又酸又甜的糖葫芦。老板，来2串糖葫芦。啊，2串糖葫芦，哎，谢谢。拿1串就好了。好。好，1串，给，哎，谢谢哈。沈伯南，你不吃啊？我看你吃就好了。公子啊，这1文钱1根红绳，给你媳妇儿买上1根系在手上，这一辈子都不分开啊。那来2根。哎，好嘞。那。拿着。好了。这样啊，你们小两口这辈子想分都分不开了。大大。太好了，你们在这儿。爷，就是人家也想跟你一生一世，人家也想让你帮我系红绳。好姐妹。可是这根太短了，系不上。太短了。可是那个人跟我说我的手腕挺细的呀，我得找他算账去。等着。沈伯南，我去买一些布，回去给你做衣裳。姑娘，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。好嘞。哎，公子买一个吧。
姑娘您摸摸，这可是好料子。沈伯南，沈伯南，沈伯南，你在哪儿啊？沈伯南，沈伯南，你在哪儿？沈伯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都快被吓死了？我只想做一个天灯，为我们祈福。哎，豆豆，你们家乡怎么称呼这种灯啊？称呼可多了呢。南方有的人叫它平安灯，也有人叫它祈福灯。小的时候，爷爷曾经告诉我，这种灯叫孔明灯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三国时期，诸葛武侯被困蜀地，他发明这种灯用来求援，所以叫做孔明灯。其实我今天买这个灯，是为你祈福的。我们就把我们想说的话写在灯笼上，告诉老天爷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沈伯南。该你了。豆豆，这下老天爷会为我们作证，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每一年，我都会带你来放一次孔明灯。一言为定。还有那个沈祖光，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我要揭露他的假面具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他卖友求荣，背信忘义。王姑娘既然已经逃出去了，怎么又回来了呢？你上次说，沈家庄里面有侯爷想要的宝物。这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？王姑娘如何得知此事？莫非你查出了什么？我找到侯爷写给沈祖光的信函，还有这个。没错，此玉佩的确是侯爷赠予沈庄主的。姑娘不向朝廷举发，跑来找我是为什么？就凭这几封信函，还有这个玉佩，我举发他有用吗？当然没有用。姑娘快人快语，不愧是王大人的千金呢。你不配提我爹。姓苏的，
我来就是告诉你，想跟你做一笔买卖。姑娘，请说。我替你去沈家庄找出侯爷想要的宝物，你要把沈祖光出卖我爹的亲笔信函交给我。侯爷手下能人甚多，区区宝物，不敢有劳姑娘。你如果能拿到的话，还要等到现在吗？我之所以来找你，就是不想让我爹死得不明不白。我要找到沈祖光卖友求荣的证据，让他遗臭万年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我跟王大人的立场虽然不同，但对于沈祖光卖友求荣的卑鄙行径无法沟通。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君子一言。臭丫头，难为我设计这个圈套，不信你不上当。月儿弯弯，照九州哎，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几家夫妇同罗帐，几家飘零在外头哎。这首歌真好听。其实这首歌还有一个故事呢。什么故事？当年我娘其实是在河上舀卤为生的。那一年，她和我爹在卓家糕饼铺前一见钟情。后来我爹为了追求我娘，他就天天去搭他的小船，听她唱这首歌。后来啊，他越听越着迷，结果结果怎么了？结果他下船的时候一不小心脚踩空了，然后就掉到河里面去了。可是我爹呢，他又不会水，最后还是我娘跳下水把他给救起来的。想不到爹那么一板一眼的人，也会有这么浪漫多情的时候。可不是嘛。那再后来呢？再后来啊，我爹进京赶考的时候，我娘就特别思念他，所以呢，他每天就唱这首歌，不知不觉我就学会了。估计我在船上听到这首歌，也会掉到河里去。是不是你也同样会被我感动啊？是被你吓的。吓的？沈波南，哎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什么叫吓的？你这怎么说话的？你再说一遍。你真要说？喂，你不许跑！喂，沈波南，你给我站住！哼！你快把话说清楚！什么叫我会把你给吓的？我有那么可怕吗？哪有这么可怕？你说话呀你！好了好了，我逗你的。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怕我这辈子都听不到你唱歌，吓得会死掉。这还差不多。豆豆，其实从我第一眼见你，就认定你是我的神仙姐姐。之前我病了，是你照顾着我，领着我。现在我好了，我发誓我一定会用我最大的努力，好好照顾你，守护着你，绝不让你受到一丝伤害。沈波南，你知道今天晚上的星星为什么这么亮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今晚的星星离我们很近很近。放心吧，只要我们俩在一起，星星会离我们越来越近。
会有别人看见的。这么晚怎么会有人？还说没有人。不能，沈不南，沈不南，沈不南，你怎么了？沈不南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，沈不南！沈不南，沈不南，你醒醒！你不要吓我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，沈不南！老天爷，你不可以的，沈不南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又怎么了？一个傻瓜刚治好了，现在又摔傻了，是不是？于神医，你快帮伯南看一下他到底怎么了。他就是被撞了一下头，可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醒过来？他没事吧？你帮他看看，他要不要紧啊？别吵，别吵，别吵！不对呀，文娟啊，这伯南的心脉怎么全部震断了啊？快去准备针，我要给他行针。哦。于神医，伯南他没事吧？他应该不会死吧？豆豆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现在伯南的心脉尽断，我只是拿金针暂时控制住。如果明日午时之前他吃不上九转还魂丹，那他必死无疑。九转还魂丹，上哪去弄这个九转还魂丹呢？九转还魂丹乃是当年神医张世阳所秘炼，现在世上只有3颗，其中1颗就在微昌侯府。哎，二叔，这个九转还魂丹，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？当年老侯爷得病，先皇赐予他救命丹药，就是秘制的九转还魂丹。可当时的小侯爷却为了一己私利，将它据为己有，害得老侯爷没有药治死掉了。所以现在这颗九转还魂丹一定还在微昌侯府里。哦。哎，豆豆，你去哪里啊？微昌侯府。你现在急着去，可你知道东西在哪里吗？东西就在微昌侯府的书房里。记住了，明天午时之前一定要赶回来。
36级，走为上策。阿图，若是不能在午时之前赶回，只怕神仙也救不了他。什么？等我，一定要等我！姑娘，怎么了？妙风神讥笑我，于神医。哎呀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怎么也得替他止血呀！啊！哎呦呦！哎呦！不能！不难不难！哎呀，来来来！哎呀哎呀！哎呀，这样不行啊！这豆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那我们得想办法替他止血呀！我去后山采药，你把那些田七全部倒上浆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俩分头行动。快快快！哎。伯南，你谁啊？不能！哎，不能！不能，你醒醒！不能！不能，你醒醒！不能！夫人在里面，来，您慢点。哎，神医，哎，于神医，小儿伯南如何了？哎，算了，先进去看看再说吧。好好好。哎，伯南，夫人，伯南，来这边。二叔，刚刚伯南醒过来了，这会儿又昏过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
奇怪了啊！哎呀，不管了。总之啊，这臭小子命大，现在又活过来了。哎呀，多谢大夫，多谢大夫。哎，不用谢，我做的都是大夫应该做的事，不用谢。谢谢大夫。你们两位要是真想谢的话，就谢刚刚那位姑娘吧。啊？谢谢哪位姑娘？你说的是豆豆吧？不是豆豆，豆豆昨天去微昌侯府偷药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那是哪位姑娘？这位姑娘我也没见过，不过她刚才给伯南喂了药，她这会儿好像出门上那边去了。哎，姑娘。擦擦脸吧，还是我来吧。哦。这条红绳是怎么回事？啊，是大少奶奶给爷绑的。夫人，您看，我也有一条。卖红绳的老爷爷说了，把男的和女的绑在一起，他们就不会分开了。哦，夫人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也是大少奶奶咬的。她说怕爷醒过来之后不记得她了，给爷留了个印记。这丫头花样还真是多。哎呀，回来了！伯南少爷他轻点啊！还没有醒过来呢，赶快抬进去。好，小心点啊！慢点，小心点啊！慢一点。爹，我已经顺利的把观音佛像送到微昌侯府了。哦，哎呀，那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伯奇，你做的非常的好啊！应该的，爹。啊，师傅，怎么了，小六子？万全，快过来，豆豆姑娘受伤了。豆豆，豆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知道？有人发现她躺在路边，就把她送到医馆来。我一看情况不对，就赶紧把她带到山上来了。豆豆，哎呀，好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快把她抬到屋里来。哦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来，豆豆啊，乖孩子，醒醒啊！豆豆，豆豆，哎，二叔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二叔，先别说那么多了，把他伤口清理干净，我去配药啊。哦。豆豆，豆豆。豆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豆豆，豆豆，臭小子，现在不能趁人之危。来来来，二叔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办法帮豆豆渡气。哎呀，渡气已经没有用了。豆豆这条命是能保住，可是什么？二叔，他的心脏被人用掌力震伤，五脏六腑都受到了剧烈的震动。命是能保住了，可是能不能醒过来，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二叔，你可是神医，
无论如何你都要想办法救救豆豆啊！我求你了。二叔，你想想办法吧。都怪那个沈伯南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豆豆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豆豆平时做事从来不敢吃亏的，没想到这次为了沈伯南，竟然愿意赔上自己的性命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啊！臣知太后礼佛甚虔，特地寻来这千年难遇的上等美玉，请京城中的能工巧匠雕刻成这尊南海观音像，更请护国寺的住持弘钦大师加持，以保太后圣体安康。真是太好了，哀家喜欢。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哀家日后一定重赏于你。启太后，臣不要封赏，臣只愿国祚皇皇万世荣，愿太后福贵寿全，与天齐。你真是会说话。不过，如果你不要哀家封赏于你，哀家怎么好意思收下你这个礼物呢？啊，启太后，这是臣拟的一份名单，这上面全是忠贞有才之士，恳请太后恩准加以重用，则我朝之幸也。中书省都使胡志强，参议府经历陈宝吉，户部都给事中苏正仓，督察院留守朱乃丽。启禀母后，这些都是儿臣要罢黜的旧吏，贪赃枉法，品德败坏，尤其是那胡志强，所为更是令人切齿。儿臣已获多人弹劾，正要对此人展开调查。魏昌侯推荐之人皆属败类，自身亦难逃私相授受之嫌。冤枉太后！这上面所列之人，皆是朝廷百官所见，何来贪赃之说？微臣为国家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，求太后明鉴。你放心，你的忠诚，哀家清楚。皇上，你乃一国之君，怎么可以凭靠自己的喜恶，而去否定忠臣荐举之贤人呢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只是不敢就好。先皇遗嘱，要哀家协助你辅佐朝政。至于微昌侯所奏之事，哀家说了算。多谢太后成全。爷，你醒了。大少爷，大少爷醒了。伯南，爷，你醒了吗？爷，娘，容嬷嬷，伯南少爷。别这么说，看到你健健康康的，娘真的很高兴。爷，还记得大大吗？我是你的大大，又让我担心了。你记得我吗？大大，爷，快点放手啊！大少爷才刚刚清醒，你别把他吓着了。没事，习惯了。以后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，一点规矩也不懂，还不把大少爷的参汤端来？是。太后诏曰：万宝斋打造之南海观音佛像，至美恭敬，甚得于心。特赐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0匹，钦此。
太后千岁，千岁，千千岁！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伯奇，你可为我们万宝斋立下了一件大功啊！爹真是为你高兴啊！爹，其实伯奇也不敢居功，这一切还得感谢在外地行商的苏老板帮忙。哦，这位苏老板，爹慕名已久啊。伯奇，你手持我的名帖，先代我谢过苏老板。改天呢，我要敬杯设宴，邀他过府一晤。好。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事啊？大少爷醒了。什么？啊！伯南，老爷爷爷，你醒来了。伯南，爹，孩儿不孝，害你老担心，还请爹恕罪。坐，坐，伯南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伯南，太好了。伯南呐，你受伤失忆这15载，爹一直对你心存愧疚。幸好上天有眼，让你恢复了神智。如今只要再查出杀害你爷爷的凶手，爹就能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了。伯南，你得仔细的想想，当年你有没有看清楚和恒生共同行凶的歹徒究竟是谁？伯南，你怎么了？爹，当时凶手在我背后，我根本就看不到他。隐隐约约，我好像看见他的一双细手。公子，请慢用。伯南啊，往后的日子你有什么打算呢？爹，孩儿之前因为生病耽误太久，我一定要努力读书，考取功名，为我们沈家光宗耀祖。很好。哎，对了，怎么这一阵子我都没有看见豆豆呢？你们两父子有这么多话要说，不如先坐下来，边品茶边聊天。好。伯南，来吧，坐。好。伯南啊，你是不是想起了你以前在那株最漂亮的木？老爷，这茶很香的，趁热喝啊。啊，哦。
香萍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也不让我说，那也不让我问的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伯南的病才刚刚好，应该先让他自己摸索、熟悉环境以后再说，别一下子塞太多东西在他脑袋里，有害无益。对对对，说的有道理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苏老板，请。爹。啊，苏老板大驾光临，欢迎欢迎啊！哎，沈庄主，苏某乃是残疾之人，迟到一步，还望沈庄主海涵。哎，苏老板言重了，快快快，请入座吧，请入座吧。沈庄主，你对苏某双腿残疾之事，感到有些意外。过往之事实在不足为外人道啊。沈某只是感于啊，苏老板虽然不良于行，但却头脑金光，成就非凡，更胜过健步如飞之人啊。苏某年轻之时，曾遭仇家迫害，走投无路之时跌落山崖，幸好大难不死，捡回一命。苏某为了治这个腿疾，远赴关外寻找良药。虽说腿没治好，却意外找到致富之道啊！苏老板慷慨豪迈，沈某佩服啊！伯奇，这次为太后打造寿礼仪式，多亏了苏老板慷慨解囊，帮我们万宝斋渡过了难关，大恩不敢言谢，仅仅以此聊表心意罢了。哎，沈庄主，这区区小事何足挂齿？若是沈庄主再以礼相赠的话，那就是您瞧不起苏某了。再说，我与令郎伯奇一见如故，此身又膝下无子，早就将伯奇视如己出了。这只是我举手之劳，沈庄主，你呀，真的不必放在心上。爹，其实这次事情得以顺利完成，还得感谢一个人。那就是苏老板的义女柳絮姑娘。哦，爹，孩儿与柳姑娘心心相印，情投意合，这次也全靠柳姑娘才会让苏老板答应出面相助的。还请爹成全我和柳姑娘吧。哎，伯奇啊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学而自幼，知书达理，与你之交也是止乎于理。他既然都知道你有家室了，心高气傲如他，又岂会破坏别人的姻缘呢？可是苏老板，爹，闭嘴，起来。苏老板，我敬你。我才刚刚夸他没2天，他马上就给我丢尽了脸。明明是贪慕美色，他居然还想趁机邀功，还想在苏老板面前逼着我同意他纳妾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我就说这孩子平时鬼心眼多，干不了什么正事。顾月小姐，其实伯奇少爷他本质不坏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相信他会改过来的。哎，原本这一次的事情之后啊，我还以为他大有进步了，我正想把万宝斋交由他管理，现在看来啊，他根本经不起考验。管理万宝斋这么大的事，不用急着做决定啊，先看看吧。哦，对了，香萍啊，我倒觉得这位苏老板为人慷慨豪爽，而且做事又不忘回报，我倒觉得他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啊。这样的朋友是很好啊。我今天才知道，他可是咱们江南的老乡啊。他还说了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尝过地道的江南菜了。哎，我正想把他请到家里来，尝一尝郭嬷嬷的手艺，你觉得如何呀？当然好啊，嬷嬷可是我们沈家庄之宝，她做的苏杭本帮菜，在京城一带，我相信很难有人能出其右。小姐这么说，我还真不敢当。不过做菜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姑爷要请苏老板吃饭的话，请早点告诉我，
你知道有些材料得花点时间呢。好好好。一杯热茶送给爷，不喝呀？不喝茶没事啊，写了那么久多累呀。这是人世间最好吃的猕猴桃，吃不吃爷？你尝尝，放了2天还没坏呢。我不要。不要啊？你看你不要再写了，多累啊。大家给你点好东西。大大，没什么事你先出去。哇，爷不想玩这个，也想。我让你出去。嬷嬷。出去。那我跟你熬粥去。出去吧。大大，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坐着？不进去伺候着大少爷呢？老爷，我被爷给赶出来了。他嫌我动作粗鲁，成事不足。他还说我体型太大了，站在书房把火给挡住了。他最近老嫌弃我了，以前也最爱我了，他从来都不舍得说我的，我没法活了。伯南呐，爹，在写些什么呀？哎，伯南，这不就是你当年你考秀才时候写的文章吗？伯南刚才看了一些最近的文献，发现当年提的一些问题都已得到妥善的解决，只不过看到现在来说，又出现一些新的问题。伯南不知道该向谁请教。哎，对了，爹，王世伯现在在哪儿？伯南记得当年他对这些问题都有一些独特的见解。老爷，您慢点。夫人，爹，走吧。爹，他是。请问这位姑娘是？侄女王子密，向沈伯父、沈伯母请安。你真的是子密？老天有眼呐！老天有眼呐！老天有眼呐！蜜儿，今后你可有安身之处啊？安身之处倒是有，只是安心之处却再也找不到了。想我王家10几口人，现在只剩下蜜儿一个，就算再回到以前的宅院，又有什么意思？沈伯伯，真对不起，让你跟着蜜儿一起这么难过。沈伯伯，你放心吧，现在蜜儿暂住在京城的一家客栈里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哦，那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吗？蜜儿现在唯一的打算，就是找到凶手，替爹娘报仇。这些日子以来，
蜜儿每天都去衙门击鼓鸣冤，希望大老爷能够早点抓到凶手。可恨的是，衙门的人总是推三阻四，迟迟不能破案。其实啊，也不能怪他们。或许这个凶手早就已经不在京城之内，他们的行踪诡秘，所以这件事情要办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。又或许，那个凶手是京城的大人物，家财万贯，早就已经买通好官府，所以才会这样一直逍遥法外。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还是这样贸然求官，很可能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呀。自从爹娘去世的那一天，蜜儿就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恨不能早一点去见爹娘。只是大仇未报，蜜儿不能这样轻寻短见。蜜儿虽然是一介女流，但是这点危险从来都没有放在眼里过。唉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居然有如此的胸怀。果然呐，虎父无犬女啊。夏娟啊，你生了一个好女儿啊！如果你地下有知，就该好好的保佑她，让她早日将凶手缉拿归案，也替你们王家找回公道啊！申祖光，好你个卑鄙小人，还在惺惺作态。蜜儿，你一个姑娘家在客栈里住着，总是不太方便。要不，沈王两家本有婚约，可是伯南已经娶了豆豆，他和豆豆感情那么好，如果把子密接回家住，恐怕不太方便。沈伯伯，蜜儿现在身带重孝，不宜去府上。等守孝期满，蜜儿一定登门拜访，去看望沈伯父、沈伯母。好，好。一个人在外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，这些钱你先拿着，以后遇到什么困难，尽管来沈家庄找伯父伯母。沈伯母，这钱我不能要。蜜儿，你就别跟伯母客气了。沈伯伯和令尊是多年的好友，照顾他的遗孤是义不容辞的。听伯母的话，拿着。沈伯母，您的心意蜜儿心领了，只是蜜儿不能接受。虽然王家家道中落，但是爹爹的教诲，蜜儿永远都不敢忘。绝不能靠别人的施舍过活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沈伯伯和令尊亲如兄弟，沈伯伯就是你的长辈，长辈给晚辈一些用度，怎么能叫施舍呢？再说了，你求官府追查凶手，少不了要上下打点，这些都是需要钱的。不给钱，他们怎么可能为你出力呢？你就当做是为了找到凶手，早点为你爹娘报仇，也要把这钱收下。谢谢沈伯母，谢谢沈伯父。蜜儿，快不必多礼了，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，不要跟我们客气。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，我们先离开了。我会的，你们慢走。少爷，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伯南，怎么了？伯南，你去哪儿？伯南，伯南，爹！伯南，大少爷！
申祖国，你以为你一张银票就能洗掉你身上的血腥吗？洗掉你欠我王家的血债吗？爹，娘，你们再等等，蜜儿马上就可以替你们报仇了。姑娘，哎，大大，沈伯南，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说好了不见不散，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？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，子密？哎呀，扔了扔了，全都扔了啊！这些垃圾啊，一件都不许留啊！可是这些都是大少爷最喜欢的东西啊，怎么现在就变成垃圾了呢？你看这个纸鸢，还有这把木剑，还有这只大蛐蛐，都是大少爷费了好大的劲儿找来的。叫你扔你就扔了吧，这是伯南少爷特别关照的，不许这些垃圾污染他的房间。嬷嬷，要不然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放到别的房间里，万一哪天大少爷想起来又要玩呢？你怎么那么啰嗦呀？叫你扔你就扔了呗。哎呀，郭嬷嬷，哎，伯刚少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把我大哥的玩具全给扔了。那是你大哥的意思。我大哥的意思？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大哥已经康复了，跟正常人一样啦。你说我大哥恢复正常了？啊、真的？你没骗我吧，郭嬷嬷？这是真的。行了，真的。别晃了，你把我这老骨头给晃散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去找他。你大哥现在跟老爷夫人去祭拜王将军去了。哎，我知道了，郭嬷嬷。哎呀，我先走了。好了好了，大大，赶紧把客房准备一下，然后让紫蜜姑娘早点休息。是。蜜儿，需要什么东西尽管开口，别客气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谢谢伯母，只是我实在不宜在府上叨扰，要不我还是搬回客栈去住吧。那怎么行？莫说令尊和沈家的关系，就是看在你是伯南救命恩人的份上，我们都不能让你在外头吃苦，你就安心住下吧。伯母，其实蜜儿，你再推脱的话，就是看不起我们沈家庄。伯母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子密遵命就是了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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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好好看看你。你真的好了吗，大哥？子密啊，子密，你好糊涂。既然知道伯刚姓沈，家中又是做珠宝生意的，怎么会没有想到他就是沈祖光的儿子呢？哎，大哥，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啊，当然记得你了。小的时候老是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跑，长大老是云游四海。我们沈家最不乖的就是你了。大哥，看来你真的好了，大哥。好了好了，伯刚别闹你大哥了，让他安静说会儿话。哦，哎，大哥，这次你能好得这么快，多亏了豆豆和于神医的帮忙，要不然啊。好了，你们兄弟俩有什么话别站着说，坐下来再聊嘛。啊，大哥，坐下来。来来来，子琪兄弟，子琪兄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可是不知道，我在客栈是左等右等啊，一直没有等到你出现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啊？我已经从那家客栈里搬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只是为了方便而已。对了，那些人还有没有找你麻烦啊？我看那么多人追你而去，我真的是担心你啊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对啊，我看到你跟我大哥都安然无恙，我高兴的都语无伦次了。伯刚啊，你们两个人认识啊？爹，我跟子琪兄弟早就认识了，我们还在江南一起杀过倭寇呢。只不过那时候子琪兄弟还是男儿装扮的。子密行走江湖，为了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以男儿装扮示人。
不是有意欺骗沈公子的。哎，你不要老是公子长公子短的，听着别扭。哎，对了，爹，这次能找回玉石，子期兄弟真是功不可没。要不是他引开匪徒，伯刚恐怕早就命丧黄泉了。啊？有这种事啊？那这么说，他不但救了伯南，还救了伯刚，真是我们沈家的大恩人啊！你还救了我大哥，子期兄弟，我真是没看错你，你不愧是我的生死之交。沈公子言重了，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你我萍水相逢，怎敢与你称为生死之交呢？沈伯父，沈伯母，我有些累了，想先回去早一点歇息。好啊，我带你回房间。子琪，你睡了吗？我有话对你说，你出来一下吧。我已经睡下了，有什么事的话，明天再说吧。子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你一直在躲着我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呀！啊？还是你一直在生我的气？撞破你女儿身份是我不好，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或者，你还是在怪我独自丢下你一个人面对追兵？不管因为什么，我真诚地向你道歉。你让我怎么做都可以，但子琪，你千万不能不理我。子琪，我要怎么告诉你，你爹是害死我全家的凶手？我又要怎么告诉你，我来沈家庄的目的是找你爹报仇？老爷，你有心事啊？还不就是为了子密的事吗？我现在真不知道该如何安置子密才好啊！你是担心杀害王家的凶手会找到我们沈家庄？怎么会呢？如果真有凶手要对子密不利，我又怎么可能坐视不理呀？我现在担心的是子密和伯南的关系。你也知道，这子密是伯南未过门的妻子，当初我们就误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所以才让伯南娶了豆豆为妻。哎，现在啊，他子密安然无恙，伯南他的病也都痊愈了。这下子啊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这有什么好为难的？子密和伯南早有婚约，我们要信守这个诺言，让他早日和伯南成亲才对。那豆豆呢？老爷，您难道忘了吗？官府早已经判决了，豆豆和伯南和离，他们不再是夫妻了。豆豆跟我们沈家庄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也就无所谓怎么办了。那怎么行啊？哎，豆豆跟伯南的感情深厚啊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离，那全是唐夫子一人的主意。哎，再说了，这关系到豆豆的清白，而且人家豆豆是一门心思的为伯南治病，那现在病治好了，我们却要伯南跟别的女人成亲，不行，绝不行！咱们沈家绝不能做出这样忘恩负义的事来。可伯南说得清清楚楚，救他的人是子密，跟豆豆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老爷，你说豆豆一心为了治好伯南，如今他人呢？我看八成是他夸下海口，又兑现不了诺言，半路上就撂挑子了。他这样弃伯南于不顾，一走了之，根本就说明他没把伯南放在心上。哎呀，说来也奇怪，最近怎么突然豆豆就销声匿迹，没了踪影了呢？
小平啊，你呀提醒老丁啊，明天一早让他派车到唐家去打探一下豆豆的消息，啊。紫蜜姑娘，沈公子有事找我。在下听说紫蜜姑娘有很多王将军的手迹，就想到能不能借在下拜读一下。沈公子，屋里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取过来。解除海禁，开埠通商。紫蜜姑娘，令尊的这篇平倭大计实在是真知灼见，分析得当，令人获益匪浅。只不过这个解除海禁，开埠通商，在下实在不敢苟同啊。你也认为这条太过于急功近利了，是吗？解除倭患，毕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贸然解除海禁，开设通商口岸，倭寇有利可乘，反而会更加猖狂。想不到紫蜜姑娘和在下不谋而合。其实这其中的道理，我爹怎么会不知？只是这平倭大计，无论是对主和派还是主战派来讲，都无利可图。所以我爹一直被两方孤立，没有办法。我爹只能出此下策，开埠通商，给两派的官员一些捞钱的机会，这样，他们才可以支持我爹。想不到这关乎社稷大业之事，也被他们加以利用。紫蜜姑娘，那后来令尊的这个大计实施了没有？我爹还没来得及实施报复，他就……想不到我大明朝又这么白白失去一个好官，我不能手刃凶手，让他腰斩于世，引百姓唾弃。我真枉为读书人。当你知道这幕后凶手是你爹，还会这样想吗？对了，紫玫姑娘，在下还有一事请教。什么事？请说。你看。大大，你这在干什么？三少爷，也不要大大的大将军了。大将军？大将军就是他。你知道抓他可不容易了，我辛辛苦苦才把他抓来的，就想送给爷，让他高兴高兴当礼物的。这个月说了一大堆大家根本都听不懂的话，然后还说让我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，以后再也不要再给他了。大哥他真这么说的？看来大哥病好了，整个人的性情也都变了。现在想一想，我真的特别怀念那时候，我们就跟大少奶奶在一起，我们放风筝，我们还逛街，我们偷吃好吃的，那时候多好啊！我怎么把豆豆给忘了？豆豆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万全，我来找豆豆。你们沈家还嫌害太太不够啊？你给我走！万全，你别误会，我找豆豆真的有事啊。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吗？你走开！哎，万全，豆豆，哎，豆豆，满意了吗？万全，豆豆他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你大哥！我大哥？豆豆为了救伯南，跑去魏昌侯府偷救命仙丹。前2天，有人发现他昏倒在大路上，把他送回来。
王二叔叔，如果再晚来一步的话，豆豆就连命都没了。王全，那你二叔叔，豆豆什么时候才会醒啊？王二叔叔，这次连他都无能为力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豆豆这次有事的话，我跟你们沈家没完！王姑娘最近如何呀？不关你的事。可见沈家待你不薄啊！少废话。我现在已经取得沈家人的信任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快说。王姑娘，何必这么心急呢？你若存心消遣我，恕不奉陪。我早已经安排好，就怕你不肯。就算要我以性命相换，我也在所不惜。王姑娘言重了。王姑娘不但不会死，还要成就美事。我要你嫁给沈伯南。怎么，做不到？那做不到，只好前功尽弃了。我会嫁给沈伯南。你说什么？大声点，我听不到。我会嫁给沈伯南。既然你跟沈伯南的喜事必须在江南老宅举行，伯刚，娘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我去找子期兄弟。他已经不是你的子期兄弟了，他是子密，他是你大哥未过门的妻子。我就是要问问大哥，他到底是认豆豆，还是认子期兄弟？站住！你大哥和子密，他们两个自小就有婚约，成亲是迟早的事。而唐豆豆和我们沈家庄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这一点你要给我记住。如今你大哥身体已经康复，是时候和子密好好培养感情了。没事，不要去打扰他们两个。这是你们一厢情愿，我就不相信大哥对豆豆没有感情。娘，你知不知道？住口！伯刚，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当耳旁风了。我说唐豆豆和我们沈家庄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这个名字。爹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也难怪伯刚他不能接受伯南和子密呀。豆豆，他虽然喜欢胡闹，但是沈家上上下下都喜欢他的真性情，大家也都认定他就是沈家的大少奶奶。现在突然间要子密顶替他的位置，换成是谁都难以认同啊。老爷，你真的认为现在的伯南和豆豆在一起会幸福吗？豆豆是市井长大的野丫头，读书少，
不懂礼节，不守规矩，整天只知道打小算盘。而子密是大家闺秀，知书达理，温柔懂事，论修养境界，豆豆都比不上他。如今我们的伯南已经不是以前那个8岁智商的小孩子了，他要的不是一个陪他疯陪他野的玩伴，他要的是一个能理解他、辅佐他、为他生儿育女、照顾家庭的妻子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再过几天就向子密提亲，把2个人的婚事尽快办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子密啊，你坐到我身边来。你们也坐下吧。好。爹，大伙儿都在啊。爹，有什么事你让贵叔通知我一声不就好了？干嘛非要我跑一趟？万宝斋还好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呢。伯奇啊，你先坐下吧。我今天要说的就是万宝斋的事。伯母，我还是先离开一会儿吧。不用了，子密，你又不是外人，听听也无妨。今天把你们大家都找来，就是有件事要告诉你们。眼下万宝斋因为进献皇太后的寿礼而受到朝廷的封赏，可说是名利双收，富贵满门。但是这其中的波涛起伏，又有多少人能够知道？光是一块玉石，差点把我们万宝斋逼到了绝境，而且还险些让我失去一个儿子。所以啊，跟朝廷打交道看似风光，但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大祸，落一个不得善终的下场。所以经过这件事之后，我已经感到身心俱疲，我只想早一点回到江南老宅去，和你们的娘过上几年快乐悠哉的生活。那爹，万宝斋怎么办？这就是我今天把你们大家找来的目的。既然你大哥的病已经完全康复了，我打算把万宝斋交给他来管理。伯奇、伯刚，你们可得帮帮大哥，知道了吗？爹，大哥他从来没有当过家，您是不是应该再考虑考虑？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。其实啊，我早就已经有隐退之意，只是我一直苦无接班的人罢了。你大哥的病已经好了，也算了却了我心头的一桩心事了。可恶，爹完全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从今往后，你们3个兄弟一定要齐心协力的管理好万宝斋。爹，恕伯南不能从命，伯南无意接管万宝斋，请爹另觅人选。伯南，你这是为何啊？伯南记得曾经答应过爷爷，有朝一日一定要考取功名，出乡入仕，重振我们沈家光辉。伯南，你还记得你爷爷曾经跟你说过的话？爷爷曾经跟我说过，我们沈家原来是官宦之后，因为得罪了前朝官宦，所以才会家道中落。曾祖爷爷更是因为这件事情耿耿于怀，抑郁而终。不错，当年你曾爷爷在世的时候，我的年纪还小，我只隐约的记得，他终日长吁短叹，很少跟我们这些晚辈打交道。爹，之前伯南因为受伤而不能完成爷爷的心愿，实为不孝。现如今未经没事，说什么我也要试一试。一来为天下苍生谋福利，二来也告慰爷爷的在天之灵。伯南，有你这句话，你爷爷死而无憾了。只是你已经荒废了这么久，你办得到吗？有志者事竟成。现如今我大明士农工商，商人排在最后，甚至不如工匠和农夫。我作为沈家的长子嫡孙，说什么也要担起光宗耀祖这个责任。爹，大哥说的太好了，人各有志，您就别为难他了吧。爹，伯刚从小自由惯了，咱们万宝斋的工作，我实在做不来。你们一个要入仕，一个要自由，那将来万宝斋的生意谁来打理啊？爹，我倒觉得，伯奇在万宝斋主事已经有段时间了，万宝斋能有今天，
可以说他功不可没。我觉得可以让伯奇试一试。爹，孩儿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还有什么办法呢？老爷，这件事您先别急着做决定，我还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伯南不是要专心读书吗？咱们不如将他和子密的婚事先办了，这样他就能专心认真读书了，我也能和你安心回江南了。子密啊，这桩婚事是你爹生前和你沈伯伯说好的，我想你不会反对吧？子密听从伯母安排。老爷，你听到没有？子密她答应了。沈大哥，你无耻！三公子，这里虽然是沈家，但你这样不敲门就闯进来，实在是于理不合。